熱搜徹底炸了。宋威龍和趙今麥又一次因為同框互動衝上了娛樂話題中心。明明驕陽似我已經收官了一段時間，可這對熒幕搭檔的熱度卻完全沒有降溫。尤其是最近一系列活動、聚餐以及幕後互動被網友重新翻出來之後，評論區幾乎瞬間失控。有人說這根本不是普通同事之間的相處方式，有人說他們之間的默契感已經完全超出了電視劇裡的角色，還有網友直接喊話劇方別解釋了，趕緊二大。但問題來了，宋威龍和趙今麥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氛圍感？他們究竟只是關係很好的朋友和搭檔，還是兩個人之間真的存在某種更加特別的默契？今天我們就從他們一路走來的互動細節開始，一層一層拆開這場持續發酵的娛樂話題。先把時間拉回驕陽似我的宣傳時期，當時的宋威龍和趙今麥給人的第一印象其實並不是那種一見面就特別熱絡的搭檔，兩個人的性格都比較偏安靜，第一次合作的時候甚至還有一點拘謹。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後來關係逐漸熟悉的過程才顯得特別有意思。從最開始的客氣，到後來的互相接梗，再到活動現場越來越自然的互動，網友明顯感覺到兩個人之間的距離正在一點一點縮短。這種變化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宣傳活動中慢慢累積出來的。最典型的就是兩個人之间那種非常特別的互動節奏。宋威龍有時候會故意耍帥，趙今麥就負責在旁邊吐槽。趙今麥拋出一個梗，宋威龍馬上接住。兩個人不像是在刻意營業，反而更像是已經形成了一種熟人之間才會出現的聊天模式。甚至有時候一句話都不用說完，對方就已經知道下一步要怎麼接。對於觀眾來說，這種感覺特別容易讓人上頭，因為真正讓人覺得甜的，從來不只是牽手或者對視，而是那種你一句話說出去，對方能夠馬上理解的默契。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觀眾看完他們的互動之後，會產生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這兩個人站在一起，好像天然就有故事。而真正讓熱度再次爆發的，是今年不斷被網友翻出来的那些幕後互動。尤其是今年夏天，一段聚餐畫面在網絡上引起巨大討論。根據公開報道，這段畫面來自嬌蘭中國區公關總監發布的個人 Vlog， 記錄的是6月26日的一場多人聚餐。畫面裡的宋威龍和趙今麥都穿着非常休閒的服裝，而且是比較自然的狀態，沒有精心準備的紅毯造型，也沒有刻意擺出來的營業表情，就是非常普通、非常放鬆的相處狀態。偏偏就是這種狀態讓網友徹底沸騰了，因為鏡頭裡的兩個人看起來不像剛剛合作完一部電視劇的同事，更像是已經認識很久的朋友。他們坐得比較近，聊天自然，互動也沒有明顯的距離感。宋威龍還被拍到自然地給趙今麥遞紙巾，這個動作其實非常小，如果單獨拿出來看，根本算不上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可是放在整個氛圍裡面，就會讓觀眾產生一種很微妙的感覺。為什麼？因為兩個人都沒有特別強調這個動作，沒有看鏡頭，沒有故意停頓，沒有等待觀眾發現，就是順手完成了。而恰恰是這種沒有刻意設計的細節，最容易讓網友產生代入感。於是，關於兩個人關係的討論再次被推上高峰。有人開始重新整理他們過去幾個月的互動。這一整理不要緊，網友突然發現，這兩個人的售後期好像真的特別長。從劇集播出到慶功活動，再到品牌活動和後續聚會，兩個人的互動一直沒有徹底消失。這就形成了一種非常特別的現象。電視劇結束了，角色結束了，但是觀眾對這對搭檔的情緒卻沒有結束。甚至隨着時間過去，大家反而越來越想知道他們戲外到底是什麼關係。這也是所謂的售後感。而宋威龍和趙今麥最厲害的地方就在於，
他們並沒有一直用非常明顯的方式去維持所謂的 CP 熱度。很多時候，两個人只是自然出現在同一個場合，一個眼神，一句玩笑，一個下意識的動作，甚至只是站在一起，就足以讓網友再次開始討論。今年7月的星光大賞相關內容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次。兩個人在公開場合再次同框之後，相關話題很快引起大量討論。更有意思的是，驕陽似我的長尾熱度也在同期持續受到關注。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這對搭檔已經不只是靠新劇播出時的短期熱度，他們形成的是一種持續性的觀眾記憶，而這種記憶一旦形成，就非常難消失。很多 CP 之所以能夠火一陣子，是因為劇播的時候，觀眾每天都能看到他們，劇一結束，熱度也跟着結束。但是宋威龍和趙今麥似乎不太一樣，他們的故事線沒有隨着大結局徹底關閉，反而變成了一種劇外還有沒有後續的開放式懸念。而娛樂圈最容易讓人上頭的，恰恰就是這種沒有答案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合作過的演員，大家也知道他們關係看起來不錯，但是關於他們究竟是不是戀人，目前並沒有可靠的官方信息可以證明。這一點必須說清楚。網上有大量 CP 粉會把兩個人的互動解讀成戀愛信號，但互動甜並不等於戀情實錘。尤其是明星之間長期合作之後，形成非常好的朋友關係和默契搭檔，其實完全有可能。所以，與其急着給兩個人貼上戀愛標籤，不如把注意力放回他們真正讓觀眾喜歡的地方，那就是自然。宋威龍的狀態在面對趙今麥的時候，確實經常顯得比較放鬆。他有時候會突然變得很愛開玩笑，有時候又會主動接對方的話。而趙今麥也不是那種一味配合的類型，他會吐槽，會反問，會直接拆台。於是兩個人之間就形成了一種非常有趣的化學反應，一個負責耍帥，一個負責拆台，一個突然認真，另一個馬上把氣氛拉回輕鬆狀態。這種組合為什麼容易讓觀眾喜歡？因為它不像傳統意義上的甜寵互動，它更像兩個性格不同的人在長期相處之後形成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溝通方式。甚至可以說，他們最甜的地方不是甜，而是熟。熟悉到不用一直考慮鏡頭，熟悉到不用每一句話都經過設計，熟悉到一個小動作就能讓對方知道自己想表達什麼。而這也是網友為什麼會瘋狂喊二搭的核心原因。大家真正想看的，可能已經不只是宋威龙和趙今麥再次出演情侶，而是想看看，如果這兩個人再合作一次，他們會不會把這種自然的默契帶進新的角色裡？這也是目前最讓粉絲期待的地方。不過，截至目前，網絡上關於兩人二搭的討論非常熱，但並沒有可靠的官方消息可以確認新的合作已經確定。所以，所謂二搭實錘，暫時還只能停留在網友期待層面。但是從市場角度來看，這種呼聲本身就非常有意思。因為觀眾已經主動告訴製作方，他們想要什麼。他們想再次看到這兩個人同框，想看到他們繼續互懟，想看到他們繼續接梗，想看到他們再次站在一起的時候，那種不用解釋就能夠產生的氛圍。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驕陽似我已經證明了這對組合具備非常強的觀眾緣。劇集結束以後，觀眾仍然願意持續討論他們。這說明他們之間的化學反應已經不完全屬於劇情本身，它已經變成了一種演員組合帶來的獨特記憶。所以現在的問題反而變得更加有趣。如果未來宋威龍和趙今麥真的再次合作，他們還會不會保持這種自然狀態？如果換成完全不同的角色，兩個人還能不能產生同樣的火花？如果他們不演情侶，而是演朋友、同事，甚至完全對立的角色，觀眾會不會依然覺得他們有特殊的氛圍感？這些問題才是這場熱搜真正值得期待的地方。
當然，對於兩位演員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作品。CP 熱度可以帶來討論，同框可以帶來流量，但是最終決定演員能不能走得更遠的，依然是作品本身。所以，與其過度猜測兩個人私下到底是什麼關係，不如把這份期待留給他們未來的作品。畢竟娛樂圈最美好的地方之一，就是演員可以讓觀眾在角色裡相信愛情，卻又把真實生活留給自己。而宋威龍和趙今麥現在最吸引人的狀態，或許恰恰就是這種距離感。他們可以在鏡頭前擁有非常強的化學反應，也可以在鏡頭外保持自己的生活。他們可以讓觀眾覺得甜，但不需要向所有人證明什麼。這才讓這段關係擁有了持續討論的空間。從最初的生疏到後來的默契，從劇裡的角色到劇外的朋友，從一次次同框到如今網友瘋狂喊話二大，宋威龍和趙今麥這條線已經不再只是驕陽似我的一段劇情，它更像是一場持續了很久的觀眾情緒。而這場情緒為什麼能夠持續？答案其實非常簡單，因為大家喜歡看到的不只是所謂的糖，而是兩個年輕演員在鏡頭前越來越自然的狀態。有時候一個眼神就夠了，有時候一句吐槽就夠了，有時候甚至什麼都不用做，只要兩個人站在一起，那個熟悉的氛圍就已經出現。所以這一次熱搜再次炸鍋，真正讓網友瘋狂的，也許並不是某一個驚天動地的動作，而是大家突然發現，原來驕陽似我已經結束這麼久了，可是宋威龍和趙今麥之間的那種感覺居然還在。至於他們到底是不是戀人，目前沒有足夠可靠的信息可以證明。至於他們會不會二打，目前也沒有正式官宣。但是有一點已經非常明顯，只要宋威龍和趙今麥再次同框，網友依然會第一時間衝進評論區。因為這對組合最厲害的地方，從來不是刻意制造甜度，而是他們只要自然地站在一起，故事感就自己出現了。那麼問題來了，你覺得宋威龍和趙今麥之間的這種氛圍感，到底是演員之間難得的默契，還是他們真的擁有一種特別的化學反應？如果未來真的官宣二大，你最希望他們演什麼類型的故事？歡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如果你喜歡這種每天追蹤華語娛樂圈熱點、明星互動和幕後故事的內容，記得點讚、訂閱頻道，並打開小鈴鐺。感謝你看到最後，我們下一期再繼續聊娛樂圈那些讓人意想不到的熱搜故事。